他是华语流行乐坛的殿堂级歌手，是《霸王别姬》中不疯魔不成活的程蝶衣，是《倩女幽魂》中深情款款的宁采臣，是整个80年代香港流行文化的标志性人物，是唯一一位同时在歌坛和影坛都达到巅峰的超级巨星。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他曾经经历过事业低谷，被媒体嘲讽为票房毒药，演艺生涯一度陷入低谷，甚至曾经远走加拿大避世，在酒吧洗碗打工。那这个当年备受争议的艺人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万人仰望的高度？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张国荣的故事。1956年9月12日，张国荣出生于香港一个服装商人家庭。他的父亲张火海是著名的裁缝，在香港中环开设了一家名为 Taylor King 的裁缝店，曾为马龙、白兰度等好莱坞明星定制服装，家境相当殷实。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，张国荣从小受到父母和兄长的疼爱，拥有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。然而幸福的童年时光并没有持续太久。13岁那年，父亲因病突然去世，家庭经济状况急转直下，张国荣不得不提前面对生活的压力，母亲一个人扛起整个家庭的重担，艰难地抚养几个孩子成长。这段经历让张国荣比同龄人更加成熟，也培养了他独立坚韧的性格。13岁的张国荣被送往英国求学，在那里度过了长达8年的留学生涯。他就读于英国的一所中学，主修纺织专业，毕业后进入利兹大学继续深造。这段漫长的留学经历培养了他独立自主的性格，也让他接触到西方流行音乐和文化，为日后的音乐事业奠定了基础。在英国的那些年，他痴迷于甲壳虫乐队等西方摇滚音乐，这些音乐影响了他日后的音乐风格。1977年，20岁的张国荣回到香港，结束了在英国的生活。此时的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帅气挺拔的青年，决定在香港开始自己的事业。1977年，张国荣参加了立德电视台举办的亚洲歌唱大赛，以一首 American Pie 获得香港赛区亚军，正式踏入娱乐圈。他的出色表现引起了 TVB 的关注，随后与 TVB 签约，成为了一名合约歌手。那时的张国荣年轻气盛，充满梦想，却没想到前路如此艰难。他以为自己很快就能成为大明星，却没想到等待他的是长达数年的低谷。然而进入娱乐圈后的张国荣并没有一帆风顺。1978年，他发行了首张专辑 Daydreaming， 但销量惨淡，市场反应平平。之后的几年，他的歌唱事业发展缓慢，推出的几张专辑都未能引起太大反响。那时候的香港乐坛是许冠杰、罗文、郑少秋的天下，一个新人想要脱颖而出，谈何容易？更糟糕的是，他参演的几部电影也都票房平平，没有引起太大关注。最惨的一次，他在一部电影中担任男主角，票房却只有10几万港币，这在当时的香港电影市场几乎是血本无归。更让张国荣难受的是媒体的冷嘲热讽。由于专辑销量不佳，他被媒体冠以票房毒药的称号，以为只要他参演的电影或推出的专辑就会无人问津。那些年他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，经常一个人躲在角落里默默流泪，有时候他会一个人跑到海边散步，思考自己的未来。但即便如此，他从未想过放弃，因为他相信只要坚持下去，总会有出头之日。他常说，我张国荣不信这一套，我一定要成功给你们看。那段时间是张国荣人生中最艰难的时期，他曾经尝试转型做主持，也曾经尝试改变音乐风格，但效果都不理想。最困难的时候，他甚至考虑过放弃演艺事业，回到英国继续学业，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坚持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热爱音乐，热爱表演，这是他的人生使命。1983年转机出现了，这一年张国荣推出了专辑《风继续吹》，同名主打歌《风继续吹》由日本著名音乐人羽其龙同作曲，香港著名词人黄沾填词，旋律优美，情感真挚。这首歌让张国荣第一次真正走进大众视野，也让他看到了成功的希望。从这首歌开始，他的歌唱事业开始逐步上升，《风继续吹》后来成为他每次演唱会的必唱曲目，可见这首歌在他心中的分量。专辑中的另一首歌曲片段也获得了不错反响，让张国荣开始受到乐坛关注。1984年，张国荣推出了专辑 Leslie， 其中的 Monica 红遍湘江。这首歌打破了香港乐坛抒情慢歌一贯的风格，以强劲的节奏和动感的舞蹈开创了劲歌热舞的先河。Monica 获得了当年香港电台中文歌曲榜的冠军，也让张国荣一举成为香港乐坛的超级巨星。Monica 一度成为当年最流行的词汇，张国荣的发型和服饰也成为年轻人竞相模仿的对象。这首歌的成功标志着香港乐坛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，张国荣成为了第一个敢于在舞台上劲歌热舞的男歌手，改变了香港乐坛的传统格局。他的舞蹈动作，他的舞台服装都成为了年轻人追逐的潮流。1985年，张国荣在红都体育馆举办了连续10场个人演唱会，成为香港乐坛第一个在红馆开个人演唱会的男歌手。那时的红馆一票难求，观众们为了一睹他的风采，往往需要提前几个月排队买票。
演唱会上，张国荣载歌载舞，展现了惊人的舞台魅力。他的表演风格至今仍被许多后辈歌手模仿。从第1场到第10场，场场爆满。张国荣用实力证明了自己不再是那个无人问津的新人，而是真正的超级巨星。1986年，张国荣与梅艳芳合作出演电影《坏女孩》，票房大卖，成功摘掉了票房毒药的帽子。这部电影是当年香港票房榜的前3名。张国荣在片中的精彩表演让观众看到了他喜剧细胞的一面。同年，他凭借电影《英雄本色》获得金像奖提名，演艺事业全面开花。英雄本色中，张国荣饰演的宋子杰青涩冲动，与周润发饰演的 Mark 哥形成了鲜明对比。这部电影至今仍被视为香港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。他在片中的表演自然真实，将一个年轻警察的内心世界刻画得入木三分。1987年，张国荣推出了专辑《Summer Romance》，其中的《倩女幽魂》同名主题曲成为经典中的经典。这首歌由黄沾作词作曲，将中国传统戏曲元素与流行音乐完美结合。人生路美梦思路长的歌词成为无数人 KTV 必点曲目。这首歌不仅在香港大受欢迎，在内地和东南亚华人社区也广为传唱，成为张国荣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。同一年，他的专辑《Summer Romance》在台湾地区也取得了巨大成功，让他在台湾市场站稳了脚跟。同年，张国荣出演了经典电影《倩女幽魂》，饰演温文尔雅、深情款款的宁采臣。这部电影由徐克执导，王祖贤饰演聂小倩，两人组成的倩女幽魂搭档成为影史经典。张国荣在片中将宁采臣的书生气质和痴情形象演绎得恰到好处。这个角色至今仍被视为最成功的书生角色之一。电影中的主题曲《倩女幽魂》也成为了永恒的经典，每当旋律响起，人们就会想起那个深情款款的书生。这部电影在亚洲各地都取得了票房成功，让张国荣的演艺事业达到了新的高峰。1988年，张国荣推出了专辑《Virgin Snow》，其中的《沉默》是经成为传世之作。这首歌由许冠杰作词作曲，张国荣演唱，歌词蕴含深刻的人生哲理，自信满心里修理，会讽刺与质问，表达了面对非议时的从容与豁达。沉默是经获得了当年10大中文歌曲奖，也成为张国荣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。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巨大成功，更成为了许多人面对人生困境时的精神支柱。他的歌词道出了无数人的心声，成为了一代人的座右铭。同年，张国荣主演了电影《胭脂扣》，饰演富家子弟12少。这部电影让他与梅艳芳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两人后来成为了最亲密的朋友。张国荣在片中的表演细腻动人，将12少的复杂内心世界完美呈现。这部电影也成为了香港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，在金像奖上获得了多项提名。张国荣与梅艳芳的《如花与12少》成为影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荧幕情侣之一。1989年，正当歌唱事业如日中天时，张国荣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决定，退出歌坛。他在红 C 体育馆举办了33场告别乐坛演唱会，正式宣布退出歌坛。这个决定让无数粉丝心碎，也成为了当年香港娱乐圈最大的新闻。在最后一场演唱会上，张国荣含泪演唱了《风继续吹》，无数观众也跟着一起落泪。他选择在自己最巅峰的时候急流勇退，让人们看到了他对艺术的追求不止于商业成功。1990年，张国荣接拍了改变他演艺生涯的电影《阿飞正传》，饰演孤独漂泊的旭仔。这部电影是导演王家卫的代表作之一，也是张国荣演艺生涯的重要转折点。他凭借这部电影获得了第1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，虽然最终未能获奖，但他的表演获得了业界的高度评价。《阿飞正传》中那段关于五角鸟的独白成为了电影史上的经典台词。我听别人说，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，它只能够一直的飞呀飞呀，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。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，那一次就是他死亡的时候。这段台词准确地捕捉了旭仔这个角色的内心世界，也成为了张国荣演艺生涯的标志性表演。1991年，张国荣凭借电影《纵横四海》中的精彩表演再次获得金像奖提名。这一年，他与周润发、钟楚红合作这部电影，成为当年票房冠军。张国荣在片中饰演的阿战风流倜傥、深情款款，与周润发的精彩对手戏成为经典。这部电影让张国荣证明了自己不仅能演文艺片，也能驾驭商业片，是真正的全能演员。他在片中的每一个眼神、每一个动作都恰到好处，展现了成熟的表演功底。1992年，张国荣接拍了改变他演艺生涯最重要的电影《霸王别姬》。这部由陈凯歌执导的电影讲述了京剧名凌晨蝶衣的一生。张国荣为了这个角色付出了巨大努力，他专门到北京学习京剧长达半年，每天练习京剧身段和发音，甚至学会了京剧的专业动作。在片场，他完全沉浸在角色中，经常一整天都不脱下戏服。电影中他扮演的陈蝶衣风华绝代、不疯魔不成活的表演震撼了无数观众。《霸王别姬》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巨大成功，被誉为中国电影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。这部电影获得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，
成为首部获此殊荣的华语电影。张国荣的表演被评价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他将陈蝶衣这个复杂的角色演绎得入木三分，无论是京剧舞台上的风姿绰约，还是日常生活中的柔情似水，张国荣都拿捏得恰到好处。这部电影让张国荣在国际影坛获得了极高声誉，也奠定了他作为伟大演员的地位。许多国际知名导演和演员都对他的表演给予了高度评价，认为他是真正的艺术家。1995年退出乐坛6年的张国荣复出，推出了专辑《追》，同名主打歌《追》成为经典。这首歌由林夕作词，李宗盛作曲，歌词谁明白我在这区间爱的意念，表达了张国荣对爱情和生命的感悟。1996年他在红佛体育馆举办了跨越97演唱会，这是他复出声乐坛后的首次大型演出，场场爆满，一票难求。这场演唱会上他演唱了经典歌曲《风继续吹》，并在演唱过程中罕见地流下了眼泪，场面令人动容。演唱会的服装造型也成为了话题，张国荣展示了多个令人惊艳的形象。1997年张国荣出演了电影《春光乍泄》，饰演放荡不羁的何宝荣。这部电影由王家卫执导，张国荣与梁朝伟主演，获得了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。张国荣的表演再次获得高度评价，他成功地刻画了一个复杂而矛盾的角色。电影中他与梁朝伟的精彩对手戏成为影史经典，这部电影也成为了华语同性电影的里程碑之作。1999年张国荣获得了香港乐坛最高荣誉金针奖，这是对他音乐成就的最高肯定。这个奖项代表着他在华语乐坛的殿堂级地位，是所有歌手梦寐以求的荣誉。同年他与黄沾、林夕合作了歌曲《倩女幽魂》的国语版本《新人在跳》，延续了经典。2000年他举办了热情演唱会，这场演唱会以超前的理念和精湛的表演成为香港演唱会的经典之作。演唱会上他尝试了多种造型，包括大胆的裙装，展现了他对艺术的创新精神。这场演唱会后来被认为是香港演唱会史上的巅峰之作。2002年张国荣与梁朝伟合作出演电影《异度空间》，饰演精神科医生阿战，这是他生前最后一部电影，片中他对角色的细腻刻画令人动容。这部电影也成为了他演艺生涯的一个完美句点。2003年4月1日愚人节，张国荣从香港文华东方酒店坠楼身亡，享年46岁。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华语娱乐圈，无数粉丝和艺人为之痛心。当天香港全城陷入悲痛，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这一消息，粉丝们自发来到文华东方酒店前献花祭奠。他的离去是整个华语乐坛和影坛的巨大损失，是所有热爱他的粉丝心中永远的痛。这一天，数以万计的人来到他坠楼的地方，献上鲜花和蜡烛，场面令人动容。张国荣虽然走了，但他的艺术成就和精神遗产却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。他一生出演了60多部电影，发行了30多张专辑，创造了无数经典作品。他不仅是天才歌手，更是伟大演员。他的表演跨越了音乐和电影两个领域，都达到了最高水平。在音乐上，他是华语乐坛的里程碑人物，开创了劲歌热舞的先河。在电影上，他是公认的伟大演员，每一个角色都令人难忘。他的 Monica 风继续吹、倩女幽魂、沉默是金等歌曲至今仍在传唱，他的《霸王别姬》、《倩女幽魂》、《阿飞正传》等电影至今仍被奉为经典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张国荣一生坚持真我，不向世俗妥协。在那个充满偏见的年代，他敢于公开自己的情感，勇于做真实的自己。他的勇敢和真诚影响了一代人，也推动了社会对多元价值的认识。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，一个人可以同时拥有才华和勇气，可以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保持真实的自我。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，不仅在艺术上追求完美，在人格上也始终坚持自我。张国荣曾说，我就是我，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。他用短暂而灿烂的一生诠释了这句话的含义。他就像那绚烂的烟火，虽然已经消散，但光芒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。每当风继续吹的旋律响起，每当倩女幽魂的画面浮现，我们就知道他从未真正离开。他的音乐、他的电影、他的笑容都将永远留在这个世界上，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共同的记忆。每年4月1日都会有无数人自发悼念张国荣，证明了他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从未动摇。感谢你的观看，如果这期内容让你有所收获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。